硅基晚8点，第14期。先看盘面，比特币64300美元附近，比昨天回升约0.6%，市场心情26分，比昨天又低1分，还留在恐惧区。今晚3件事，一家还没上市的中国存储巨头链上先替他定了价，美军停止轰炸的第一个夜晚，阿曼人正在德黑兰谈判，还有一家开了9年的交易所宣布关门。一件件讲明白。头条1，一只还没挂牌的股票先在链上被人定了价。明天周一，长鑫科技，我们熟悉的长鑫存储，在上海科创板上市，发行价每股8.66元，募资约295亿元，是科创板史上第2大的首次公开发行。按发行价算，挂牌市值约5800亿元人民币，折合约800亿美元。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大的 DRAM 厂商，电脑手机里的内存颗粒全球排第4，前面是三星、SK 海力士和美光。有意思的地方在链上挂牌之前，加密交易所 Hyperliquid 就挂出一份上市前永续合约，官方参考价5美元，开始交易后价格在6到8.6美元之间来回，最新成交对应的隐含估值约4280亿美元，是发行估值的5倍上下。口径必须讲清楚，那是一份合成衍生品，买了它拿不到股票，没有分红，也没有投票权，它的价格不决定 A 股定价，只反映一群人愿意为这个故事下多少注。说人话，这是第一次，全球加密交易者用真金白银给一只还没开盘的 A 股新股公开报价，链上长出了一个影子，一级市场。参考价和成交价差5倍，说明装的更多是热情，不是估值。明天一开盘，两个价格就摆在一起对照。头条2，中东轰炸停了第一个晚上，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的空袭之后，首次没有宣布新的打击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阿曼副外长周5到周6在德黑兰与伊朗数轮会谈，谈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原则和操作机制。按当地官员的说法，美军是有意暂停轰炸，以免打断这场面对面的外交。浮出水面的方案核心是由伊朗自己管理海峡通行，减少对船只的限制。伊朗说谈判有进展，但技术和政治磋商还要继续。现实是另一回事，按我们简报的口径，海峡通行量仍只有正常水平的1/4左右，每天约15艘船。说人话，停轰不等于开门。这条线真正影响普通人的从来不是导弹，而是3件事：油轮走不走，保费收多少，加油站的牌子上写几块钱。轰炸暂停，谈判推进，风险溢价会先退掉一层，但只要海峡还是1/4的流量，运费和保费这2根管子就还堵着。数据追踪台，今天周日没有经济数据发布，我们把镜头对准链上，量一量这个周末比特币网络的体温。第一个数，链上活跃地址，一天有56.5万个地址在动。注意口径，链上数据是 T-1， 最新的一天是昨天。它比过去30天的平均值 61.8 万低约 9%， 但和上一个周六的 57.9 万几乎一样。周末照例降温，可2个周六都稳在56到58万之间，日常使用的基本盘没跟着情绪走。第二个数，链上交易笔数，昨天 69.6 万笔，比30天平均的 65.6 万高 6%， 却比上一个周六的 86.4 万少近2成。上周六是近1个月高点，这更像从高位回到常态。第三个数，每个区块的平均手续费，今天只有 0.01 个比特币，周五还是 0.03 个，上周一有 0.04 个。手续费是链上的堵车费，抢着挤进区块的人少了，价格自然掉下来。3个数合起来，这是一个安静但没有失血的周末。全球联动，这个周末最特别的地方是传统市场全部休市，只有加密市场开着门。今天的因果链要从上一个交易日倒着看。第一层，钱还没变便宜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停在 4.69%， 这是全球风险资产的贴现率，它不下来，成长股和加密资产头上那块石头就还压着。第二层更值得记，加密概念股比币本身惨得多。上一个交易日 Coinbase 跌 4.7%， 稳定币发行商 Circle 跌 5.7%， 囤币矿企 Bitmain 跌 11.0%， 而同一时间比特币自己基本横着走。说人话，资金一收缩，风险偏好，第一个被砍的从来不是资产本身，而是靠它赚手续费、赚息差，还加了杠杆的中间商。这些股票本质上都是币价的放大器，涨的时候放大3倍，跌的时候也放大3倍。比特币小课堂第13课，什么是链上数据？
第一，区块链的账本全公开，每一笔转账、每一个地址的余额，任何人都能查，不用申请，不用许可。第二，所以刚才那几个数才敢念，多少地址在动，一天多少笔转账，手续费多贵，都不是估算，是数出来的。第三，这是传统金融做不到的透明度，银行不会告诉你今天多少人转账，大户往哪搬钱，而在链上，人人手里都是同一本账。记住一句，链上数据看得见用的多不多，但看不见接下来涨不涨，它是体温计，不是预言机。附题速览，今天12条。第一，开了9年的加密交易所 Bitmart 宣布有序关闭，今天凌晨已停掉新注册，入金核心挂单，8月26日全面停止交易。平台 BBMX 应声跌近60%，用户需在8月26日前提交提现申请，这句最要紧。第二，欧盟把加密交易所 HTX 列进对俄制裁名单，8月23日起禁止与它交易。第三，柴犬 B-Ship 今天暴涨约 36%，一天市值多出约10亿美元，却没有消息面，买盘主要来自韩国的 Upbit。第四，朝鲜当局逮捕了一批黑客，他们攻破的是本国央行系统，在经中国经纪商把赃款洗成加密货币。第五，俄罗斯最大的银行 Sberbank 计划12月前建成自己的加密货币交易基础设施。第六，据《华尔街日报》，罗宾汉正洽谈接入 Crypto.com 的预测市场，与 Kalshi 的竞争在加剧。第七，罗宾汉自家链上的代币化真实资产1个月涨了5倍。第八， Hyperliquid 上真实资产的周成交量首次超过所有加密品种的总和251亿美元，占平台总成交 52%。第九，比特币现货 ETF 上一个完整交易周的成交额只有约 80.5 亿美元，是2024年10月以来最冷的一周，同期以太坊 ETF 的净流入连续第2周超过它。第十， SK 海力士2季度预计营业利润 64.1 万亿韩元，利润率70%以上，加上三星 89.4 万亿的指引，双雄一季合计要赚超150万亿韩元。第11，三星会长李在镕在旧金山会见了 OpenAI 的奥尔特曼，谈高带宽内存 DRAM 和晶圆代工存储涨价这条线，连到今晚头条那家公司。第12， DeepSeek 暂停第2轮融资谈判，因为创始人在闭门投资者会上的录音被泄露。今日变化榜5个真的动了的读数。以太坊现货1882美元，一天涨约 1.5%， 是比特币 0.6% 的2倍多，今天它领跑。加密货币总市值回到 2.29 万亿美元，一天增加约 0.8%。USDT 的供应量今天几乎一动不动，昨天单日还增加 12.5 亿美元，链上美元的印钞机一夜踩了刹车。USDC 则连续第3天缩水，今天再少 0.8 亿，两大美元稳定币，一个停手，一个撤退。韩国溢价今天又转回贴水，昨天还愿意加价，今天重新打折，这项只看趋势。明日数据日历，两星，明天上午，长兴科技在科创板挂牌开盘，链上那个价格，明天起要和真实报价并排看。两星，7月28日，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内塔尼亚胡，这是停火、护航和油价的下一个观察点。三星，北京时间7月30日凌晨，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。期货市场最新压注是按兵不动 61.3%， 加息约 39%， 降息接近于0。注意，这个读数和昨天一样，因为周末利率期货休市。一星，7月31日，月末加密期权大额到期，紧跟一息4日，两个波动窗叠着开。数据一发布，明晚8点第一时间解读。最后是数据纵深，今天3组。第一组，一枚正在缩水的稳定币 PayPal 发行的 PayS 今天供应量 26.68 亿美元，7月20日高点是 28.83 亿，6天少了约 7.5%，30天前是 27.34 亿，一个月先涨后跌，绕一圈还倒退了。稳定币供应量是最诚实的资金表，有人存美元才铸币，有人赎回就销毁。PayS 不是信任出了问题，而是这个月链上的美元需求真的在退。第二组，一把长期的尺子，从2018年第1天起，每天固定买1点比特币，到今天平均成本是15911美元，账面回报 304%。同一批数据还有2个背景，过去8年半，今天这个价格排在从低到高的第77分位，其中 80.8% 的日子价格都站在200周均线上方。这不是在说该买什么，而是一件常被忽略的事，决定长期结果的是持有的年数，不是买入的那一天。第三组，
算力掉了，收入没掉，全网算力今天约898，一周前是1037，掉了约13%。可矿工的单日总收入今天2906万美元，一周前2905万，原地踏步。收入没少，是因为这一周币价再往上抬，正好补平了算力的损失。以上就是硅基晚8点第14期，每晚8点把今天的市场讲成人话，不猜涨跌，只讲明白。最后提醒，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我们明天晚8点见。